麻烦借过。什么人？胆敢冲撞侯府马车！妾身阿英，求世子夫人给妾身和孩子一个安身之所。世子夫人，求你给阿英一个容身之地吧。妾身不求名分，可我腹中的孩子是世子的骨肉，不能流落在外啊！宁国侯世子的骨肉，世子成亲3年，一直没有子嗣，如今外头竟有了。这女子肚子都这么大了，看着也不像作假。夫人与世子成亲几年，一直未有所出，难道真要看着宁国侯府绝嗣吗？放肆！世子夫人岂容你当街攀咬？大夫说了，妾身肚子里的是男胎，若世子夫人肯让妾身入府，孩子生下来可以记在夫人名下，认夫人做母亲。妾身可以什么都不要，可身为母亲，只想为孩子争一争。世子妃没生过孩子，自然不懂为母之心。你若是真什么都不想要，为何要大张旗鼓在大街上拦停我的马车？你若只想入府，去侯府递帖子，好好商量，也不是没有办法。为何偏要闹到人尽皆知？你不过是想用腹中胎儿要挟我，要我当众点头，答应你入府，是吗？不是的，世子夫人，阿英什么都不懂，是世子一直在照拂阿英。世子出京前说过，回来后会给阿英一个名分，可世子到了日子还未返京，阿英产期将至，实在害怕。若世子真许了他名分，这事儿就不好说了。求世子夫人高抬贵手，给孩子一个出身吧。我腹中的孩子是世子的长子，不能流落在侯府之外啊！难不成夫人自己生不出，也不让别的女人为世子生下子嗣？你是想让侯府绝嗣吗？也是啊，宁国侯世子成亲几年，世子夫人的肚子一直没动静，总不能让宁国侯府真断了香火。听说世子夫人也没给世子纳妾，估计是个善妒的。女子讲究3从4德，如此善妒，如何做得好高门宗父？她都快生产了，跪在这儿也怪可怜的。你倒是聪明，可惜你搞错了一件事。
我不是宁国侯世子能休的人。世子夫人，为夫君开枝散叶，是为妻的根本。你自己不能生养，几年不下个蛋，我们姨娘为世子怀有子嗣，你该感激涕零，八抬大轿把人抬进去才是。我们姨娘身子弱，平日里世子连一句重话都舍不得说。你这样不理不睬，让姨娘跪在大街上，若是害我们姨娘动了胎气，你担得起吗？人都跪了这么久，世子夫人也太冷心冷肺了。自己生不出，还不让别人生，哪有这样的正气？高门大户的人，果然不把人命当命。你的身孕有多少个月？妾身被世子收房已有9个月，这腹中胎儿有8个月大了。所以9个月了，世子都未把你抬进侯府，是为何？是你身份不足以外人道，还是这胎儿根本不是他？这话倒也有理，真要是心尖上的人，怎么会养在外头8、9个月？若真怀的是世子长子，早该接进府了吧？拖到快生产才闹上门，确实奇怪。只因为阿音要为父守孝3年，不可办婚事，所以才拖到现在。阿音身世清白，不是那种随便之人。世子夫人为何要这样侮辱阿音？难道就因为我出身贫苦之家，就一定是不清白的女子吗？你将我们这些普通人家的女子看成什么人了？就是太过分了！不过是世子夫人，就如此瞧不起人吗？他再厉害，哼，还不是生不出来。宁国侯世子就该将这种妇人休了。如今阿音守孝满3年，孙穗才赶来求夫人让妾身入府。世子的长子怎可生在府外？以后名不正言不顺，岂不是惹人诟病？好一个不要脸的狐狸精！夫人，要不要让他滚一边去？找人都能找错，还在这里满嘴喷错。世子夫人不肯让我们姨娘入府，大概是怕自己年老色衰，进了府会抢了世子的宠吧。可你年长我们姨娘些，男人喜欢漂亮的侍妾也是正常的。谁家没有3妻4妾？夫人何必如此执着？求世子夫人成全。夫人，求你手下留情，别踢我的肚子。姨娘，你撑住！
使你身为世子夫人，也不该当众动手推搡人。我们姨娘身子本就孱弱，你此刻这般逼迫，若是伤了她，可如何是好？真踢了啊！这也太狠毒了，那可是快临盆的孕妇，自己生不出，就要害别人肚子里的孩子，心肠怎么这么黑？你胡说！我家夫人根本没有碰你。孩子，我的孩子。哎呀！世子不在上京，你便如此嚣张，你不怕世子回来找你算账吗？夫人，他这是明摆着栽赃。他找我算账，他不找我，我还要找他。宁国侯府世子若真在外养外室，还纵得外室当街攀咬正妻，败坏侯府门风，那便不是我容不容你入府的问题，是宁国侯府还容不容得下这样下作的世子。大胆老妇，敢如此和我们夫人说话，还敢冤枉我们夫人！你敢打我！姨娘，你可要为老奴做主啊！让世子将这恶毒的妇人休了才是，否则你入府还不知被他如何折磨呢。让世子休我，我的身份可不是世子能休的。夫人要打要杀冲我来，何必打我的嬷嬷？你真不怕世子回来责罚吗？这般狠毒，虽然你们是皇上赐婚，可是你谋害世子的子嗣，世子照样可休了你。阿英姑娘这么会演戏，怎么不去南曲班子唱戏去？世子若为你出头，你自管叫他来找我，我绝不拦着。你也太过分了！就因为人家位分比你低，便要受你折辱吗？就是啊，身子极差，素来经不起半点磕碰，这一脚岂不是要人命？他身份尊贵，无人能制衡，行事才这般肆无忌惮。我自知身份低微，特意来求夫人，没想到夫人要置我于死地。世子说过，在他不在京时，我不管做什么，都要护住自己周全。既然如此，夫人就别怪我了。来人！
我倒要看看，世子回来之后，知晓他的夫人要害他子嗣，会不会生气？休我？世子有这胆子？你让他试试。夫人何必如此欺负一个孤苦的女子？世子吩咐过，不管是谁，就算是世子夫人来，也不许欺负了姨娘。如今得罪了，你敢？好大胆子！你知我们夫人是谁吗？不管他是谁，如今得罪了姨娘，就该下跪给姨娘道歉。李侍卫，这恶毒的妇人不能生养，还占着正室之位，欺辱我们姨娘。等姨娘生下世子的长子，必能抬做贵妾或是平妻。到时候，姨娘才是侯府的主子。这种不下蛋的妇人，本就不配留在侯府。你只管依规处置，届时自有姨娘出面担下一切。夫人，就算你高高在上，做错事也要认错。你只要跟嬷嬷认个错，便也罢了。我给她认错，你们也配？世子夫人，对不住了，老奴心眼子小，你打狗还得看主人。你既然打我，哼，我还手也是应该的。嬷嬷从小带我长大，如我母亲一般。夫人打她，便是如我长辈一样了。你受她一耳光，便扯平了。等世子回来，这笔账便算了。刚才你不是很得意吗？羞辱我家姨娘，如今你跪地给姨娘磕个头，恭恭敬敬迎她入府，从此大家就是姐妹罢了。呸！你们算什么东西，敢要我们夫人磕头？跪下！放肆！你算什么东西，也敢动我？和姨娘道歉。闭嘴！一个贱婢，有什么资格在我们姨娘面前得意？
夫人，你只要道歉，妾身是不会怪你的。还是夫人看不起阿音，觉得我是见不得人的妾室。我数3数，你再不磕头，我就不客气了。2。别碰我们夫人！3。我们夫人不是世子夫人，你们弄错了。如今怎么连自己的身份都不敢认了？夫人，不过磕2个头，便怕了吗？刚才不是很得意吗？待我生下世子的孩子，连世子夫人的位置都是我的。你这般蠢，怎么活到现在？这宁国侯世子夫人之位，你当真是可惜了。夫人，还差1个才磕够呢。这个头是给我肚子里的孩子磕的，刚才你一脚可是踹到他了呢。哎呀，都流血了，这有点过分了。好歹是世子夫人，别闹出人命来，到时候可不好交代。所以啊，这妾室也太嚣张了吧！你们敢！我可是宁国侯的！你们在干什么？阿音，你怎么会在此？世子夫人刚才要伤害我，腹中骨肉，她还踢了我肚子一脚。如今我身子难受至极，阿姨，你可要为我和孩子做主啊！谁敢害世子的子嗣，必要重责。谁不知道世子子嗣艰难？世子夫人也太善妒了一些。你打扮成这副样子，哪里有世子夫人的样子？世子，妾身怕极了，刚才他真的要杀了我，我和孩子差点就看不到你了。愚妄之人！夫人！
难怪世子不喜欢世子夫人，她这个样子倒像是比你还年长些。世子风流倜傥，她这般年岁，怎么她这个样子倒像是比你还年长些？世子风流倜傥，她这般年岁，怎么配得上世子？世子，母亲，世子，你魔怔了。这不是世子夫人吗？母亲，怎么会是你？你不是和太后在黄觉寺礼佛吗？若非我今日回京，被你的外室拦了马车，我还不知道宁国侯世子在外养着外室，连私生子都快出生了。你将宁国侯府置于何地？又将世子夫人置于何地？母亲，都是误会，你别听他瞎说。我瞎说？你为了一个外室，亲手踹你的母亲，这是我瞎说，还是你睁眼说瞎话？你的外室好大的口气，拦我称马，打我丫鬟，让侍卫压着我，向他磕头认错。若非你纵容，他怎么敢如此嚣张？世子，你叫他什么？他不是你的世子夫人吗？闭嘴，贱人！你好大的胆子，敢拦母亲的马车，还敢叫人把她打伤！敢对母亲不敬，该死！世子，不是这样的，我以为她是世子夫人，明明马车上有世子夫人的标识，我专门找人问过的。哦，你还专门找人问过？你可知宁国侯世子夫人是朝廷命人，是要谋害朝廷命是吗？不是的，夫人，妾身真的知错了。妾身只是听说世子夫人不能生养，想着我腹中的胎儿是世子的骨肉，不能流落在外，才求夫人做主。世子的骨肉，不过块肉，有多了不起？竟让你仗着他为所欲为，敢对世子夫人打骂！你这样的贱婢，也配进宁国侯府的大门？就算你们仅仅7、8个月的身孕，我说不许留下这孽胎，
你又能如何？来人！在。把这贱人拿了，送到官府去。就说他意图谋害宁国侯夫人。不可，母亲，阿银已身怀6甲，肚子里的是你的孙子啊！你和父亲为我挑的婚事，世子夫人不能生养。难道母亲是要儿子绝嗣吗？夫人，阿银做错了，夫人教诲阿银，阿银不敢不从。可求你别打杀我和肚子里的孩子。侯夫人，若传出去，你对继子的妾室下如此狠手，怕是对你的名声也不好听吧？程大人，听闻你与夫人夫妻情深，怎么对男人有外室一事？如此看得开，还偏帮世子说话。难道程大人也有外室不成？还是说，程大人与这阿音有什么旁人不知晓的关系？世子还是小心些为好。看程大人这般着急，你这外室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，还真两说。你胡说！他是我爹！原来如此，难怪一个小小外室敢打世子夫人的主意，背后竟有程侍郎撑腰。我的天！程大人不是上京出了名的宠妻如命吗？外室女都这么大了？呸！什么宠妻如命，都是装出来的。外室生外室女，外室女又给人做外室，可真不要脸！母亲，阿银命苦，从小跟着母亲生活。程夫人善妒，程大人才不敢把他们母女接进府去。所以，有其母必有其女。母亲是外室，女儿也是，真是遗传。程大人是要把这外室女带回侍郎府吗？爹爹，我也是你的女儿啊！怎么不敢？爹爹，求你给阿姨一个出身吧，否则你肚子里的外孙可怎么办啊？阿姨，程梦，你好大的胆子！
无耻！靠着我爹的势爬到如今的位置，却早在10几年前背着我在外面养了外室。你可真是好算计！想让这狐狸精的女儿进门，除非我死！我娘亲是正妻，不是外室，你才是妾室。爹爹是先娶了我娘亲的。你停妻再娶，骗婚！你说你从未定亲，也未有婚约，上门求娶，我父亲才同意的。程凤，你竟然骗了我这么多年！我与阿英的母亲虽然没有写过婚书，也没有媒妁之言、父母之命，只是我们青梅竹马，结成了夫妻。按着律法来看，确实算不得成亲，他也算不得正室。不是这样的，母亲说当时有邻里作证，还喝了你和娘亲的喜酒。如今村长还在，可以为人证，母亲才是你的正室，我才是侍郎府的嫡女。你敢骗我10几年，我把你的脸撕了！你成亲10几年无所处，我今日便休了你，你又能如何？阿英母女孤苦这些年，我也该偿还亏欠他们的了。阿英，我会将你母亲抬进府做正室，你以后便是侍郎府的嫡女，我看谁敢看不起你。你如今不要多想，安心生下孩子。如今你是侍郎府的嫡女，谁敢说你的不是？待你生下长子，我会以平妻之礼迎娶你进门。你敢！你的婚事是皇上所赐，你娶平妻，带着千军重就是抗旨。你若敢抗旨，为了不拖累侯府，我会去信告诉你父亲，这世子之位，另换人当好了。世子，侯夫人，边关传来急信，侯爷在战场上对战时失踪了，只怕凶多吉少。怎么会失踪？侯爷的副将呢？副将也失了踪迹，只怕与侯爷一起战死了。夫人！母亲，父亲战死，宁国侯府便由我成全。母亲还是安心吃斋礼佛，为父亲诵经吧。来人，送侯夫人回府。
你们敢！我先送你回去，待明日便派人操持婚事。我的长子需在侯府出生，让他名正言顺地成为我的嫡长子。侯爷若真有不测，顾远方便会日手遮天。但宁国侯府为所欲为。将军，替我照顾好家人。顾远之与侯夫人没有血缘关系，确切的说，他与侯爷也没有血缘关系。当年他父亲战死，侯爷答应通镖托付，为了给他们母子一个容身之所，将他们带入宁国侯府。顾远之的母亲死后，侯爷仍让他封了宁国侯世子，给了他富贵至极的生活。他若有了身孕，生下父亲的子嗣，我这世子之位还保得住吗？侯夫人嫁进侯府后，顾远之与她并不亲近。有人听见他酒后吐露，怕侯夫人生下侯爷的子嗣，夺了他的世子之位。可惜侯夫人嫁进侯府5年，一直未有子嗣。夫人，侯爷吉人天相，一定不会有事的。开门！你们凭什么关着夫人？快些！世子吩咐了，明日就要迎程姑娘进门。侯爷才传来噩耗，这喜事办得也太急了。谁？母亲放心，我一定会想办法救你出去。顾远之如今撕破了脸，只想让外室进门，还有他的外室子。我只怕他为了让程氏做正妻，会对你不利，你要小心。
你想办法将玉佩送进宫，让太后来救我。母亲，这是我在世子书房找到的。母亲，这字迹，我听到他跟晋生说，早在你平日的汤药里下了绝子药，怕是母亲未能生养，并非天灾，而是人祸。是顾远之怕母亲有了私嗣，与他争夺世子之位。如今父亲死讯传来，只怕他更是不会留活口。母亲，今日儿子娶妻，母亲总要坐正堂，喝一杯媳妇儿茶才是。否则别人以为父亲刚去世，我不孝嫡母可怎么办呢？来人，给侯夫人梳洗，送到喜堂。等吉时到了，我和阿音就拜堂成亲。不必。世子娶妻，我这做母亲的也高兴。我带好给阿英的见面礼便来。母亲识大体，儿子自然感念。侯爷才传来死讯，世子今日便娶平妻，这也太急了。少说两句，如今侯府怕是世子做主了。听说那程姑娘腹中已有世子的长子，世子这时急着给孩子名分。吉时已到，新人入堂。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对拜。我并非世子生母，但是世子是极孝顺。如今他再娶妻，我也有礼物送给他。多谢母亲。
这是世子亲笔所写的药方，是给我补身子用的，孝顺至极。世子是不是？都是儿子应该做的。李大人，我要告宁国侯世子谋害嫡母，给嫡母下药，让侯府绝嗣。这张药方与我每日所吃的药丸相冲，药性聚在一起，在我体内便是一副绝好的绝子药。还请大人明察，还我一个公道。侯爷刚传回死讯，世子竟又被告谋害嫡母，给嫡母下绝子药，这可是有违人伦的大罪呀！难怪侯夫人嫁进侯府多年，一直无所出，竟是被人暗害。胡说！我怎么可能会给嫡母下药？世子勿急，我自会查个清楚明白。父亲死讯刚传来，母亲便急着夺权，要置儿子于死地吗？母亲是继室，嫁进侯府不过几年，与父亲聚少离多，想必早生了异心。还是去礼佛的时候，已有了别的相好。此时只等着拿了侯府的家产，与奸夫远走高飞吗？世子，你怎敢如此污蔑夫人？太后驾到！参见太后。你母亲是跟着哀家去礼佛，你把佛门净地当什么地方？还是说你认为哀家在包庇你母亲，做下苟且之事？真不敢！逆子，你还有什么不敢的？侯爷，你没事真的太好了。别怕，万事有我在。父亲，怎么可能？他们都说你失踪了。
若非他们找不到我，传回死讯，怎么会知道你如此狼心狗肺？听说我死了，所以开始肆意妄为，折辱你的母亲，辱她名声，要将她逼死，给嫡母下绝子药。你这逆子，怎么做得出这样的事？世子不是侯爷亲生的，不是亲生的，还让他当了世子。侯府真是养了条白眼狼。又因为一己之私，要休妻娶外室。你这种不忠不孝、不仁不义之人，怎么配再做宁国侯世子？我会禀明圣上，撤夺你世子之位，从此你不再是我宁国侯府之人。母亲，我知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，求母亲原谅我。父亲，都是儿子的不是，请父亲责罚，但是不要赶儿子出府。若是父亲不喜欢儿子，立即将阿英赶出府去，不会再让他入府。世子，你怎么能不娶我？你说了会娶我为平妻，等你休妻后扶我为正室。你说了我们的孩子会是嫡子的。若非你惹出这么多事，我怎么会到如此下场？不必休我，我已一决，与你和离。你心机颇深，且为人唯利是图，德行有亏，非我良人。今日与君决离，你签下和离书，从此你我再无干系。不是这样的，我给母亲下药，是怕你们生下孩子与我争世子之位。如今我知错了，我不争了，世子之位我再也不要了。父亲，求你原谅我一次。顾远之，母亲，母亲救我！母亲救我！我的肚子好痛！快带他恢复安置！开门！我是程峰。老爷，夫人有令，任何人不得入内。夫人已回娘家，要与大人和离。这宅子是夫人娘家的陪嫁，夫人吩咐了，大人不得再踏足一步。爹爹，我快生了！顾远之谋害嫡母，证据确凿，宁国侯已禀明圣上，批夺其世子封号，逐出顾家，判流放，永世不得回京。世子，你看看孩子，见他最后
后一面吧。若可以再重来一次，我必不会再与你一起。程大人又办砸了差事，听说上头很不满，他得罪了夫人娘家。承风办差屡出纰漏，有负圣恩，降职外放，即日起赴偏远县任县令。侯夫人那药性尚未深入，幸亏发现及时，细心调养，仍可挽救。好生养着，往后的日子还长。恭喜侯爷，恭喜夫人，是喜脉。太好了，真的太好了。只愿人生从此顺遂，再无波澜。